地狱或许真的存在，而且可能比地表的文明更发达。早在1995年，美国航天局 NASA 曾宣称接收到地心的信号。最重要的是，人们在地球上发现了3处最有可能是地心文明入口的地方。难道在我们的脚下真的藏着一个更为发达的文明吗？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本期带您了解关于地心的秘密。1995年 ，NASA 宣称机构接收到了来自地底的信号，当时他们也是非常震惊，于是 NASA 就立马对这一信号进行了定位和追踪，结果发现这一信号就来自地底几百公里的位置，这一位置正是处于地幔区域，这也意味着这一信号想要从地幔区域发送至地表，其所需要的科技水平，就算是如今的人类也是望尘莫及的。信号被接收到之后 ，NASA 试着破译了信号的内容。有趣的是 ，NASA 声称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恐慌，这一信号内容还是不公开了，以至于到现在人们都不知道这地底信号到底说了个啥。但不管怎么样，地心世界却是彻底的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在对地心世界的研究中，科学家一般认为这个地心世界是不与地表世界进行直接的接触的，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地心世界会派出力量插手人类的事务。比如说在2013年的俄罗斯陨石事件中，有的科学家就认为这陨石已经进入了地球，即将要对地表产生巨大的破坏，这是人力所不能阻止的。然而这颗陨石却在接近地表的时候解体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果没有外力因素的介入，一颗陨石怎么可能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解体呢？因此，不少科学家就大胆推测，在地球之中，除了人类，还存在着其他的文明。这些文明在暗暗地帮助人类避开生存的危机，其中地底文明肯定要算一个。这个推测进入公众层面之后，就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如果真的地心文明救了人类，那么他们远在地底又是如何得知人类的境况呢？那么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不明飞行物会不会就是他们监视人类一举一动的证据呢？毕竟人类到目前为止都没能找到不明飞行物的确切来源。以往人们总是觉得这不明飞行物肯定是来自外太空的，可迄今为止这个结论都没有得到100%的证实。更为重要的是，地球地底潜藏的东西与地外生命一样，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未知的存在。这也是说，的确可能存在着地心文明在监视着人类的一举一动，时不时的还来干预人类的生存危机。地表的人类或许只是挡箭牌。这2位科学家竟然坚称地心存在地表望尘莫及的高级文明，难不成科学的尽头真是玄学吗？这2位科学家到底是怎么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观点的？更离谱的是，1999年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位接触过地心人的亲历者，他到底是何来头？在地心文明的研究历史上，有2个绕不开的科学家，一个名叫哈雷，没错，就是那个用于观测彗星的哈雷天文望远镜的名字出处。他曾经就提出过一个3个半球理论，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为什么指南针无法在南北极发挥作用。哈雷认为是因为在南北极之中还有一个半球的存在，这个半球直接阻碍了南北极的磁场交流。就这个半球本身来说，它的内部充斥着好几层次的大气层，并在南北极的位置流溢出来，演变成人们所看到的极光现象。当时哈雷的理论一出来，就震惊了整个科学界。科学界认为哈雷莫不是搞研究，然后把自己的脑子给搞傻了，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可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为重量级的科学家也说出了类似的离谱言论，他就是数学界绕不开的人物欧拉。欧拉在整个数学界地位是真的没话说。简单来说，你数学学不好的很大因素就是因为欧拉创造了太多你无法理解的符号。虽然欧拉在数学界已经声名赫赫了，但他其实对这个地球的构造也是有一番研究的。欧拉就认为在地球的内部是有一个小太阳存在的，这个小太阳照亮了整个地心世界，由此地心世界也发展出了高等文明。这个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人类世界何尝不是一个被太阳照耀的世界呢？这也是说，地心世界很有可能不是我们预想之外的世界，而是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毕竟没人能100%的保证人类就生活在地表世界，在某个尽头是否就会出现真正的球体表面呢？就算眼下的人们可以确保自己就生活在地表世界，那也无法100%否认地心太阳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地心人就有可能存在。1999年，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名为《莱瑟塔档案》的神帖。神帖刚开始，作者就宣称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绝非虚构。内容则主要围绕着作者与一个非
非人类爬虫生物的访谈进行的。这个非人类爬虫生物自称为莱瑟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人类的许多大事，但声称在他物种内部有着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真相。据他所言，恐龙的灭绝并不是由于小行星撞地球，而是两大物种之间的战争。当然，输掉战争的那一物种已经逃到了地底世界，未来两大物种都是适应地表世界的生物，但因为战争被迫进入地底世界的那一物种，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结构来适应地底世界。除此之外，为了保证战争的成效，双方是签下了协议，即进入地底世界的那一方绝不可以再擅自的回到地表。基于这个原因，地心人就再也没跟地表的物种发生任何的接触，默默的在自己的世界里耕耘着。既然如此，莱瑟塔又是怎么接触到人类并成就这份访谈的呢？其实地表世界或许存在着进入地心世界的3个入口。希特勒深入中国西藏寻找的香巴拉王国到底是什么？这真的是地心文明的入口吗？实际上，在整个地心世界研究中，除了西藏深处，还有2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地心入口。其中一个据说是一位科学家亲眼所见，你知道是哪里吗？对地心世界秘密的揭开，或许需要从找到地心世界的入口开始。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组织了第一场探秘地心入口的探险活动。当时5名德国科学家来到我国西藏，试图在这里寻找德国人的先祖亚特兰蒂斯人。德国科学家认为，藏传佛教聚集了地球许多不可言的智慧，其中就包括香巴拉王国，而传说中的香巴拉王国的前身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据说在史前的那场大洪水中，整个地球只有青藏高原没有被淹没，因此亚特兰蒂斯人就在高原之上存活，之后更是遁入高原之中，建立起了香巴拉王国。因此，德国科学家认为，在青藏高原之中肯定存在着一个进入地心世界的入口。另一个入口藏在伯德日记中。伯德是一位美国科学家，1947年的时候，他曾接受美国军方的秘密任务，在北极上方巡视。正当任务执行到一半的时候，伯德乘坐的飞机突然发生了强烈的晃动。本来飞机面前的是巨大的冰川，等晃动之后却变成了山谷。就在这山谷之中，伯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远古动物猛犸象正在悠闲地散步。紧接着，飞机就被一股外力控制下落，停在了一栋繁华的建筑旁边。一个长相酷似人类的人走了出来，对伯德一阵输出，大意是：你们人类现在在搞的核武器，我们地心文明已经察觉到了，未来人类会为了这些核武器的存在付出代价。现在我们把你召唤至此，就是希望你回去之后能提醒人类。当然，这个故事全凭伯德的一面之词，更像是一个科学家为了阻止核武器，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借助于神话故事。不过，既然北极都提到了，那么南极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相较于前2个入口，南极这个入口还是稍微有些争议的。人类第一次发现南极的存在，要等到1820年。这也是说，在这之前，人类世界其实是没有南极世界这个概念存在，且没有到达过南极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因为在法国1531年绘制出来的费纳乌斯地图中，就是以南极极点为中心，整个南极大陆的边缘清晰可见。而更令人惊悚的是，这些地图的作者声称自己绘制的根据是更为古老的地图。那么这些原始地图的绘制者究竟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得知南极的存在呢？毫无疑问，若按照人类目前对历史的认知来看，以往的文明是无法做到这个地步的。如果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那么就有可能是地球上其他文明所做。那么神秘的地心文明或许也是神秘图纸的绘制者之一。不难看出，在整个地心文明的研究当中，围绕着地心文明存在着好几个关键问题。这也是说，未来或许在这几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揭晓地心秘密的答案也就指日可待了。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